大家好，今天是12月10号，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这一次15000的低点，可能早就已经见底了，因为也是看到一些大佬的观点。这一次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币圈的信用危机，很多散户的情绪，包括机构的情绪，可能早在这一个恐慌的低点15000左右已经是释放完毕。那如果再配合明年整个美联储会不会从鹰派转为鸽派的一些预期，不排除比特币有可能就是慢慢的往上去哦。那或者是等下用周线里面几个重要的指标来跟大家聊，在历史上几个底部的位置，周线它的技术形态有没有什么知识点可以值得借鉴的，而且不排除周线里面的指标跟15年的那一个指标是非常的像啊。那短期的这个位置为什么不涨？昨天这一根 K 线多方吞噬已经跟大家讲，它是不同于这一根多方的吞噬。这一根多方吞噬为什么有这一根？但是昨天是跟大家讲，它不一定会再大涨，因为上面有压力，还有一些技术指标的形态，有可能是不是在等这个狗狗币的时间窗口？是不是要等到 1.382？ 如果是不是在下周的那个美联储加息的时间窗口？那如果不是的话，明天又是一个 1.618 的时间窗口，因为这一次狗狗币自这一根低点开始以后，它次低点的位置是在这一天的24节气小雪的位置，同样也是命中这一个时间窗口黄金比例的 0.618， 就这一波上涨。那后面1倍的时间也是在次高点的前一根后面有一个转折，那 1.382 的时间也是在前一天的高点开始转折。那这一次 1.618 到底会不会中？但是我的观点有可能狗狗币还是在整理啊。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点点注册，币安 OK 返用20%，可以用清晰的认证，币安转币安 OK 转 OK， 不用手续费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吧。比特币昨天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判断就是这一根 K 线出来之后，你也不要追，有可能它不像这一根还有这种大涨，因为指标很明显。上一次的这一个指标多方吞噬以后，它并没有背离啊，你可以看一下，特别是这一条环线并没有背离。但是昨天这一个位置出来之后，你如果再上去，上面是有压力，也是怕这个位置会有背离，而且是看4个小时是更明显啊。如果它在这个位置4个小时，因为我一直是判断目前还是矩形，这边有矩形，这边有矩形，挖坑挖坑上去上去。那这个位置矩形是不妥，它挖了2个坑，一个是高档的坑，一个是低档的坑。但是短期来看，你如果要上去，有一点是这样子哦，看 KD 可能是不是很明显，因为昨天这个高点如果再上去的话，这一条黄色的线它是跟不上啊，它很难超过前面这一个高点这一个黄色的线，所以上去会有背离。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MACD 这个高点也是明显低于这一个。如果我们放大来看的话，就是如果再涨的话 MACD 会背离啊，所以短线有可能就是会震荡，你还是以震荡来对待吧。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短期为什么上面会有压力啊？你如果认真的朋友去留意一下，这一次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连到这个低点，它要上去的一个黄金比例压力位是在18000左右，所以目前的这个位置有可能也是在蓄势震荡，是不是要等待那个美联储下一周15号的利率决议，有没有可能再加75个基点？还是说很多市场预期的有可能这一次只加50个基点？当然，短线这个18000的位置已经讲了一段时间，当时这一根崩的时候，这是有下影线哦，有下影线，然后后面这个有上影线，所以这个位置有一个中断。你看4个小时里面，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密集成交区，就是在18000附近。那另外这个15000的低点，因为很明显是有几次大量，我当时在这个位置也跟大家讲，我个人的一个 U 通道的抄底指标，有可能15000真的就是一个底部。后面我是在15000附近开了一笔多单，到现在也是一直在拿。那至于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是情绪已经释放，我们来看一些报道，比如说 BitMax 的创始人这一个海耶斯，他是认为在 FTX 引发的价格暴跌以后，比特币最坏的情况可能已经过去啊。这里面他提到2个细节，一个是集中借贷公司和比特币矿工强势出售比特币的行为可能已经结束啊，那些不得不清算所持股份的人早就已经这样子做了。那另外他还提到一个观点，
看涨的预测取决于美联储将不得不转向鸽派政策，以及在2023年稳定国债市场的假设，这样子会提振风险资产啊。那我昨天有跟大家提到一个观点，最近你如果去看这一个中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走势，它这一个市场有时候跟比特币是高度相关性啊。比如说，在这一个2020年的4月份，当时中国10年期国债市场它整个收益率就是上涨的，这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上涨的情况下，比特币是不是20年疫情低点爆发以后，后面就开始一路上涨？那后面是在2020年的1月份，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当时有预期美联储未来的话可能会加息，这个位置的下跌跟比特币哪一个位置的下跌？就这个位置啊，21年的1月份，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全球的市场或者是一些机构就开始有预期，美联储未来下一步可能会加息。当然后面的高点，都是高点。你如果是这些高点有逃的话，到现在也不至于就是说比特币，还套在那个高位啊。所以我的观点是，既然是有预期，有可能现在的一些低点，有可能类似这种位置的一个预期。当然它后面还有高点，有没有可能还有低点？我的观点是不一定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长线的一些指标，我们用这一个比特币的 RSI 来观察吧。它的周线图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RSI 也是非常的明显啊。它这一个 RSI 价格在破底 ，RSI 是并没有破底，并没有破底，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周线里面的背离位置。那如果我们再观察以前跟大家讲过的 RSI， 一般在周线里面，如果是在熊市的低点，这是17年、18年的高位跌下来到熊市的低点，19年左右啊，它这个 RSI 是事隔4年来到30下方，因为更早之前那个 RSI 来到30下方是在15年的熊市底部。我们用这个对数图啊，这是19年的底部 RSI 来到30下方，然后15年的熊市底部 RSI 也是来到80下方。那我们观察一下，这是前一波的熊市 RSI 来到这么低位置，经过了4年，那这一次 RSI 在周线其实在2万的时候也是来到30下方，现在是再破15000 ，RSI 反而是不想破这个低点，不想再破这个30的低点了，所以不排除有可能目前的位置跟哪一个位置是很像啊，就是跟15年的这一个底部，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这边不是周线里面这个区间是横盘的半年的区间，后面是应该也是什么黑天鹅事件，我记得好像朋友是之前有讲过，这个位置是不是哪一个交易所也是跑路，然后就打出了这么一个低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RSI 它是底背离的结构啊，所以这一次15000的低点有可能不排除早就已经见底的。那另外我们再观察一下，就目前的位置为什么它不涨？这边如果是看成一个矩形的区间，你去观察一下这两个低点啊，这两个低点它后面背离以后来到这个位置，它也不是急着马上就要见过，甚至来到这一根也是小涨，后面是在这一根确定已经是正式翻上来了，就是在这个位置，有可能目前的区间有可能就类似这个区间，当然它下影线的位置没有这一个长啊，就是周线里面的下影线没有这个长啊。那另外狗狗币我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其实也不知道要怎么聊啊，主要的观点还是在判断它有可能目前还是在区间震荡，你不要去追哦。昨天这一根 K 线其实不算是很强啊，因为它量能太少，那你就在观察还有没有可能压回这一个矩形的上沿。当然有一部分资金如果是还有的话，或者是后续还有资金进来，我也是讲了几天，目前的这个年线是还没有走好，就这个250的均线它是有下牵引的作用，也不排除它如果真的再回到这个矩形，你买点也可以去找这个250 MA 的买点。那至于以太坊，我也是讲了几天了，它有可能还是在震荡，如果担心的朋友这一条趋势线是不是真的跌破啊？但是我的观点有可能它在这个位置震荡，主要就是这一个矩线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也不排除震荡到位以后有没有可能往上去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